龙去，灵蛇来。随着这新年钟声的敲响，我一年一度压箱底儿的节目全球经济大预测也是时候跟大家见面了。老粉丝应该都有印象啊，今年已经是我做大预测的第5年了。每年年底基本是风雨不误，而且不吹不黑啊，这应该是我一年当中准备最用心的一期视频，也是所有粉丝年度关注度最高的一期视频，内容相当之干。如果有新粉丝感兴趣，可以翻翻我过去4年的预测，准确率100%不敢说，70%、80%还是有的。比如在2023年，我说接下来确定性最高的投资就是黄金，所以我觉得比较有确定性的投资品种，黄金。2024年我预测美联储在年内必降息，2024年美国是必降息的我记得当时还有不少人过来嘲笑我呢。还有国内的银行理财收益会进一步走低，而出口数据将大涨，明年你银行理财的收益还会进一步降低。说点乐观的东西，出口这里就出现了一条支线，叫外需的转机。怎么样？话我可都说在前边了。以前总会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每年都来做这个大预测？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只是来看个乐子的，很少有人会反复揣摩。因为比起分析本身，大家往往更在意的是那个对与错嘛。但是我想说，对与错在我而言，实际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变化、行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内容展望，帮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开拓思路，理清方向。如果真的有人能在这个方向之上实现了全年资产的保值增值，我想这才是我真正的价值所在。那接下来朋友们就拿起小桌板吧视频很长，可以先关注收藏起来慢慢看。属于2025年的年度预测，事关股市、黄金、大宗商品、楼市以及国内的行业格局，我们一起往下看。老规矩首先要说的还是从美联储开始。之所以把它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它的货币政策直接决定了全球资金的走向。你看，自从上一轮加息周期之后，现在全球的钱大部分都在美国那儿，不是在美股，就是在美元、美债。所以美联储的降息力度就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总闸门。它力度大，钱就会流出美国，转向其他地方。那要是力度小呢，钱就会继续在这个国家聚拢。而回顾24年最后一次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态度是很强势的，预计是只有2次降息，且力度不大。实际从基本面来看首先上个月美国的 CPI 环比涨幅创9个月新高，短期来看通胀没那么快能降下来，所以基本可以确定2025年美联储在降息这件事上反而是不着急的。那么这里我就要提出第一个风险了。如今的美元也好，美股也罢，它的强势都非常具有空中楼阁的意味。过去几年我从来没有唱空过美股毕竟纸老虎它也是可以撑几年的，只要它有持续的动力。但是24年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美股已经不是全面繁荣了，实际是靠几大科技巨头在支撑，像英伟达、微软、苹果、特斯拉这些。原因是市场对 AI 这条线依然保持期待。而美股它可不只有科技股那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传统企业融资的成本实际一直是不断上升的。一旦 AI 技术发展遇到了瓶颈，或者商业化进展它不及预期，就很容易出现高位的回撤。而对于处在历史高估区间的美股来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负反馈，都可能带动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实际也不难理解对一个国家来说，既要维持高增速，又要维持高利息，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不可能存在的，无非就是你能掩盖多久的问题。所以这个位置的美股短期向上的空间我觉得不大，但是往下的空间可是辽阔的很赔率不划算，大伙儿谨慎一些。第二个重点是黄金。我直接说结论美股悬而未决的风险反而是对黄金的长期利好。而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你看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在1月21号达到了债务上限，那现在36万亿的美债每年光利息就得支付上千亿的美元
所以川普上台之后，增加他的白条额度和继续印钱，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而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原来1万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你要印12000才能搞定。美元如果加速印钞，全球央行只会加速去美元化。这一点，川普在上任之前也早早就洞悉了，所以他一定要搞他那个加密货币。但目前来看，短期内他是无法撼动黄金地位的。黄金世界货币的逻辑只会越发坚挺。其次，如果美股真的发生了踩踏，出现了系统性的危机，那大资金为了追求一个避风港，也会朝着黄金离多。虽然现在国际黄金已经2700了，但是我觉得前景依然比较乐观，可谓是往下有支撑，往上没天花板。今年大家依然可以多看多关注。第3个重点，大宗商品。大宗的走势其实也跟川普是息息相关的毕竟这个男人可是放话过要在上任后90天内解决俄乌冲突。能不能实现不好说，但我们可以从当前局势做些推理。你想，打仗最重要的是什么？烧钱嘛。那你看现在俄罗斯的情况，到2024年10月，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还有6100亿美元，其中3000亿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剩下的2000多亿是黄金储备，还有500到720亿的人民币，少量的美元和欧元。但是现在战场上一天的消耗那就是几亿美元啊！按这个速度去烧钱，俄罗斯的钱包已经岌岌可危了。而乌克兰那边呢，基本全是靠外部输血的。一旦说川普停止援助，光靠欧洲的资金，他也撑不住太久。所以两边都有谈判的动力。只要有台阶下，2025年大概率会启动谈判。而一旦局势有所缓和，首先释放的就是原油的供应。俄罗斯大量的原油会流入市场，这意味着油价可能会迅速被打下来。且国际银行对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也是普遍下调的，那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预判2025年所有能源类公司的业绩很难实现大幅增长。整体来看，大宗商品的投资回报可能不会很理想。第4个重点，楼市这个关乎大家要不要在25年买房的问题。2024年下半年，国内部分的二手房市场开始回暖尤其是在一些热门城市。利好消息呢也在频繁放出，像降息新增100万套城中村改造3000亿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这些措施对市场都起到了比较有效的托底作用。整体我觉得经过这几年的调整，大部分1、2线城市的房价基本已经到位了可以稳住了。而且我预计2025年的 LPR 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调。所以如果你是打算在1线城市购房的刚需群体，那在政策好的情况下，今年可以考虑去入手。至于3、4线的小城市呢，可能各有各的供需调性，依然不好预判。而长期来看，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1线城市楼市的价格走势和新房的开工面积。如果这2个指标都在回暖，地产才能真正的企稳向上。最后一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国内的行业格局首当其冲，不少人担心的就是这个关税问题嘛。川普直接发名牌要给全世界加关税，这次基本和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都在目标范围。这件事儿怎么说呢？其实有利有弊。我这么说今时不同往日了。中国制造业已经连续15年稳居全球第一，我们占了全球基础原料的半壁江山，很多的工业材料都由中国主导。比如中国的钢铁产量占全球1半以上，铝的生产和消费超过全球50%，铜的产量接近全球总量的40%。有个常识嘛，叫产能越高，你成本越低。所以你现在还想通过加关税这招来打压我们，这可谓是伤敌500，自损1000。因为哪怕是加了关税，你的生产成本仍然比从中国进口的贵呀。结果就是美国自己得去承受成本上涨的压力。当然短期内对那些出口美国占比高的行业，比如电机电器机械家具纺织服装这些，会造成一些冲击。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定程度上也会重塑全球的贸易格局，让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走得更近。比如上次川普的任期内，中欧贸易就进入了高速的蜜月期。好啦，最后我总结一下
回望2024年，大部分人像坐了过山车一样，经历酸甜苦辣，而2025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我想引用庄子的一句话：君子应有龙蛇之辨，条件不足时，落地为蛇，俯身草莽，以图安身；条件具备时，上天为龙，飞腾万里，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愿大家的2025都能抓住机遇，腾飞万里。散会。